庆国皇帝这些年放任诸子夺嫡的潜在心思很简单，掌天下很难，谁能熬下来，这天下便是谁的。只是他没有想过，不是所有的年轻人都像他一样习惯在墨一般的河流里站着欣赏河边的风景。他把自己的儿子们改变了很多，只是最后这种改变的结果只怕也不是他想要的。大皇子怎么样？陈萍萍今天晚上说的话已经远远超出了他平日里所秉持的理念，所以当皇帝听着这话时再次吃了一惊，笑意更盛，似乎很喜欢陈萍萍回到当年那种有一说一的状态之中。我并不意外你会提到他，这母子俩的命都是你和小叶子救下来的，你对他自然多一分感情，朕也是喜爱他的。只是他太重感情，在这场凶险的征杀中，谁心软谁就可能身陷万劫不复。再加上他毕竟有一半东夷血统，难以服众。更关键的是，日后若要血洗东夷城，你看他有这个决心吗？陈萍萍叹了一口气，今天夜里的皇宫中，这位院长大人叹的气似乎比所有的时候都要更多一些。所以他不用考虑，老三年纪还小，朕还可以多看几年。陈萍萍忽然古怪地笑了笑，说了一句可能会让整个天下开始颤抖的提议。范闲怎么样？皇帝缓缓转过身来，似笑非笑地看着陈萍萍，不知道看了多久，却始终没有回答这句话。许久之后，皇帝忽然大声笑了起来，笑声便在太极殿前空旷的长廊里回荡着，让长廊尽头的那些宫女太监们心惊胆战。笑声渐凝，皇帝渐渐敛住了笑容，平静却又不容置疑地说道：毫无疑问，他是最适合的一个。多情总被无情恼，范闲在这个世界上所表现出来的气质，却恰好契合了庆国皇帝对于接班人的要求。貌似温柔多情，实则冷酷无情，却偏生在骨子的最深处，却有那么一丝悲天悯人的气息。皇帝始终在想，范闲骨子里的那丝气息，应该是他母亲遗传下来的吧。如果皇帝的这句话传了出去，只怕整个庆国的朝廷都会震动起来，甚至整个天下都会发生某种强烈的变化。陈萍萍古怪笑着说道：他没有名分。名分只是朕的一句话，当年的人们总有死干净的一天。陈萍萍知道陛下指的是宫中的太后。我看还是算了吧。为什么？我一直以为你是不喜欢范闲的，不过这2年看来，你是真的很疼爱他。疼爱是一回事，我和范建不对路是一回事。不过依我看来，以范闲的性格，他可不愿让范刘两族因为他的关系都变成了地下的白骨头。皇帝微微一笑，没有再说什么。陈萍萍太了解面前这位皇帝了，他在心里叹了一口气。如果皇帝真的想扶植范闲上位，那么在他死之前一定会将范刘两家屠杀干净，不惜一切代价屠杀干净，而这肯定是范闲不能接受的。更让陈萍萍有些疲惫的是，他终于清楚地确认了皇帝根本没有将范闲摆在继位的名单之上。陈萍萍站在中间，知道那条路是行不通了，自己只好走另外一条道路。陛下有急，有心急。朕喜欢老大与安之，是因为朕喜欢他们的心。皇帝站在皇宫的夜风之中，对于龙椅的归属做了决定性的选择。朕要看的就是这几个儿子的心，如果没有这件事情便罢，如果有，朕要看看太子与老二的心究竟是不是顾惜着朕这个父亲。陈萍萍没有作声，只是冷漠地想着，身为人父，不惜其子，又如何有资格要求子息父亲？皇帝的眼光应该比我这些人都看得更远。范闲如是想着，此时的他正像一个猴子一样爬上了高高的桅杆，看着右手方初升的朝阳，迎着微湿微咸的海风，高声快意叫唤着。海上出行是怎样惬意的人生，不用理会京都里那潭脏水，不用理会官场之上的麻烦，不用再去看胶州的那些死人头。范闲似乎回到了最初在儋州的多动少年形象，成日间在船上爬来爬去，
终于爬到了整只船最高的桅杆上面。他搭了个凉棚，看着远方红暖一片的色块，心想：我已经算看得够远的了，只是还是不清楚，皇帝究竟已经看到了哪一步。船自胶州来，沿着庆国东边蜿蜒的海岸线缓缓向北方驶去，驶向范闲的故乡。今日在海上，在这片宽阔碧蓝的海上，这艘船是纯净的，桅杆高耸，白帆有如巨鸟结翼，似要向着天边的那朵白云穿进去。那个跛子丹中尉曾经将自己捆在竿头，对着满天的鲸鱼与惊天的海浪痛骂着世道的不公，而此时爬在最高桅杆顶端的范闲却没有这种感觉。在将陈萍萍与阿甘好友进行一番对比之后，穿着一件单薄白衫的他微眯着眼睛，迎着沉间的海，整个人的心思心境如同深遭之景一般单纯快乐起来。离开儋州之后，虽然也有诸多快意事可以把玩，但成日里忙于勾心斗角，忙于杀人以及防备被杀，这种完全的轻松心无旁骛的空灵却是许久没有享受过。船儿破浪，在碧蓝的海面上留下一道白色的细痕，擦过似乎近在咫尺的红日。桅杆之上，那个年轻人手舞之，足蹈之，口诵之，真的很像是一只猴子。晨间的海风其实有些凉，范闲高声喊了几声以后，便被风穿得山脚有些湿冷，浑身上下不舒服。虽然以他的内力修为早已寒暑不侵，但这种湿乎乎的感觉总是不舒服。他这才知道，原来扮酷总是需要付出一些代价的，有些悻悻然的准备下到甲板上去。他仍然忍不住在贪婪地看了一眼仿佛永无边际的海面，心里充斥着某种不知名的渴望。这种渴望打从年前便开始浮现在他的心中，却一直没有能够准确地把握住究竟是什么。与海棠曾经谈论过，却也没有办法从自己的心里挖出来。船外开阔的海面与他那颗永远无法绝对放松下来的心形成了一种很别扭的感觉。他皱了皱眉头，呸了一口唾沫，那唾沫划着弧线远远地落入海中，让海上多了一丝泡沫，多了一丝污染。下方甲板上的水师官兵与监察院众人仰头看着这一幕。这几天他们已经习惯了钦差大人偶尔会流露出来的癫狂举动，虽然一代诗仙一代权臣忽然间变成了一只猴子，还是只站在桅杆顶端眺望远方的猴子，会让很多人不适应。可是人们转念一想，但凡才子总是会有些与众不同的怪癖，便也释然了。范闲吐口水的动作落在了甲板上很多人的眼里，一位水手忍不住赞叹道：吐口水都吐得这么帅。桅杆顶端传来了怪叫声：我是泰山，我是泰山。甲板上众人面面相觑，先前那位拍马屁的水手胆子果然比一般人大一些，壮着胆子问着身边的监察院官员：大人，泰山是什么山？他问的人正是范闲的亲信洪长青。洪长青冷冷地看了他一眼，将脸转了过去。一阵风起，啪的一声轻响，一双赤足就这样稳稳地踩在了甲板上。一个穿着白色单衣的年轻人松开了手中的绳索，打了一个哈欠，旁边自有水手赶着过去将绳索重新绑好。范闲从桅杆顶端跳了下来，看着这一幕，虽然看了很多次，可是甲板上很多人依然不免傻了眼。这桅杆得有多高啊？怎么小范大人能这么轻轻松松地跳下来呢？洪长青看着范闲的眼神里充满了崇拜。所有人都知道小范大人是世间难得一见的高手，但他们真的无法想象真正的高手原来是这样的厉害。有人将躺椅抬了过来，范闲像浑身骨头软了一样躺了上去，两只脚翘在船舷之上，让海风替自己洗脚，感受着海风从脚趾间穿过，就像情人在细柔的抚摸。他满足地叹息了一声，左手拿着杯内库出产的葡萄酒在缓缓地饮着，右手轻轻搓着坚果的碎皮往嘴唇里送着。范闲再一次涌现出在桅杆上相同的遗憾，如果婉儿和思思在身边那就好了。洪长青站在他的身边，欲言又止，终究还是没有忍住，低下身子轻声问道：大人，泰山是什么山？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出名的山峰，但泰山却从来没有人听过。洪长青轻声问道：是不是今夜的密令？范闲愣了愣，忍不住笑了起来，骂道：哈哈，哪有什么泰山啊，东山倒是有。忽然间，船上的水手高声喊了起来，话语里带着一丝兴奋：东山到了，东山到了！范闲一怔，旋即起身，与那些兴奋的监察院官员们一起等待着东山的出现。
大船往北行了数里，绕过一片暗礁密布的海滩，往左边一转，船上诸人顿时觉得眼前一亮，已经看了数日的寻常景致忽然间消失，而一座宛如陡然横亘在天地之间的大山就这样充斥了所有人的眼眶。大东山。